蓝湛以前从未见过这般违反了校规还嬉皮笑脸的人，他忍无可忍地盯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这才看清了少年的模样。少年一身黑衣，一张笑脸，带着那个年纪特有的无畏和生机，又别有一派意气风流，恣意轻狂。他坐在墙沿上，一条腿顺势荡着，另一条腿微曲，支招墙面，手上提着装着2罐啤酒的袋子，还好玩似的甩来甩去。他微低着头看着墙下的蓝湛，眼中满是戏谑的笑意，又不知是手电筒的光，还是他身后的月光点缀了他的眼睛，那眼神亮得像是藏了星辉。蓝湛愣在原地，这个场景，这张脸，他好像无比熟悉亲切，但他却又的确是毫无关于此的记忆。他定定地看着黑衣的俊朗少年，两人间诡异地寂静了半晌。蓝湛开口了：不穿校服，违反校规第1章第3条，再扣1分。那天到最后，蓝湛也没有知道那个黑衣少年的名字，不过他很快还是知道了。为了突击补习，学校选了年级最优异的30名同学组成一个小班，每周日额外来学校补课。蓝湛自然是其中一员。更准确地说，每次都牢牢地占据年级第1的蓝湛不在这个班里才是奇了怪了。于是2天后的周日，蓝湛很早就到了学校。他正端坐着看着面前的一道习题沉思，突然窗外传来一阵笑语，打断了他的解题思路，其中尤为放肆的那个声音，他还有点熟悉。蓝湛皱着眉向窗外看去，正是那天带酒翻墙被他抓包的那个少年。魏婴正和江澄聊得欢快，突然感觉到一个专注的犹如实质的目光，他顺着感受到的视线看过去，听到身旁发小的话戛然而止。江澄偏头去看魏婴是怎么回事，却只看到一个后脑勺。江澄不耐烦地问道：怎么了？他顺着魏婴看的方向望去，然后啧了一声，道：一般的蓝湛。魏婴咋舌，他就是蓝湛，那个本届一班最为优秀的尖子生，没有一次例外的年级第1，为人刻板严厉，一丝不苟恪守校规的那位风纪委员，得罪教导主任都不能得罪的那个小古板。江澄哼了一声，道：就是他，怎么，你和他打过照面？魏婴嘿嘿一笑，心里有点发虚，道：前2天我不是出去买天子笑吗？翻墙回来的时候正好撞见他了。江澄头都大了，你也是真会撞，就不能少惹点是吗？魏婴小声嘟囔着，谁知道这么点背啊？然后魏婴就发现更点背的还在后面，因为是按年级排名排的座位，他就正坐在蓝湛旁边。魏婴开始在心里暗暗埋怨自己上次考试为什么要考那么好。魏婴抬眼瞅旁边，本欲搭话，却见蓝湛目不斜视地盯着黑板，认真地听老师讲课。魏婴自个儿素来是静不下来的性子，看见蓝湛这样的专注和严肃，着实佩服。不过这也改变不了他上课瞎望的本质。说起来，年级的1、2、3班是不分排名的竞赛班，蓝湛是1班的，而魏婴和江澄都是3班的。几人平时没有多少接触，只是蓝湛的名声着实大，几乎没有人是不知道的。魏婴是顶聪明的人，就是特别浪，成绩稳定在年级前10的范围里瞎晃荡。江澄总骂他说，要是认真一点，指不定就能和蓝湛争一争第1了。魏婴对此毫不在乎，要是考个第1，换他熬10天夜，他宁愿还是多吃个10顿饭。而且再说打破了人家蓝湛的记录，对强迫症多不友善啊，是吧？那是见到蓝湛之前，而见到蓝湛之后，魏婴坚定了不考第1的信念。阿西巴，要是逼他做到蓝湛这种程度的专注，人生重来算了。魏婴盯着蓝湛发呆神游天外的时候，蓝湛看黑板的余光扫了几眼魏婴，心中也是几番思量。魏婴，他刚才算是知道了他的名字，只是看起来这个魏婴违反的校规可远不止那么几条。在校服上乱涂乱画，蓝湛又看了几眼被魏婴用黑色的记号笔不知乱七八糟的写满了什么字的校服，眉毛皱得快要拧起来了，扣1分。上课不认真听讲，神游天外，扣1分。在课本上随意涂鸦，不尊重课本，扣1分。和同学勾肩搭背，大声喧哗，扣1分。蓝湛又想起刚才魏婴和江澄一起走过来的时候，脸上的笑容真切又灿烂，像个小太阳。他默默想着，那就不扣魏婴的这1分了，给江澄扣2分吧。虽然2个人一起上课只有每周日，但毕竟是同校同年级，
平日里也总会遇见。蓝湛开始有意无意地留意起魏婴，他对自己说，是因为魏婴总是违反校规，自己才盯着他的，绝对没有什么别的原因。魏婴经常在走廊上疯跑，扣1分；魏婴与同学在非体育课的自习课上偷偷去操场打球，扣2分；魏婴常与女同学嬉笑，与异性交往过密，扣5分。蓝湛在小本子上记了很多笔，只是交上去的违规记录上却从来没有魏婴的名字。而魏婴在发现自己既没有被蓝湛找麻烦，也没有被校领导找麻烦之后，内心坚定了蓝湛其实是个好人的想法，还总喜欢撩拨一下蓝湛。蓝湛这样的人，越是认真严肃刻板苛刻，他就越是想叫他破功，想看那张素来平静又冷淡的无甚表情的脸，因为他露出点不一样的颜色。于是魏婴在蓝湛坐直着身听讲时，开始在旁边喊蓝同学。蓝湛岿然不动。魏婴继续蓝同学，置若罔闻。魏婴又喊蓝湛。蓝湛终于舍得暂时不看黑板，蹙眉道何事？魏婴笑嘻嘻的，没事，就叫你。蓝湛冷冷道无聊。他将视线转回黑板，任魏婴在旁边怎么喊都再没转过头。下课后，蓝湛终于看向魏婴，直视着他的眼睛，陈肃道：魏婴，你上课就不能好好听讲吗？魏婴与他对上视线，挑了挑眉，笑道：当然不能。蓝湛隐是微怒，却仍面色如常，道：那上课也不要讲话。这魏婴却是应下了，好，不讲不讲。蓝湛有些惊异，他竟这般同意了，但答应了便好，他便未再说什么。于是下一节课，蓝湛正目不斜视地听课，一个纸团被突然扔了过来。蓝湛看过去，魏婴朝他挤眉弄眼。蓝湛皱着眉打开纸团，却见写着的是蓝湛，末尾还跟了个鬼脸。蓝湛看着魏婴，低斥一声无聊，然后便把纸团又揉成一团，丢在一边。魏婴乐此不疲地扔了好几个，蓝湛甚至看都不看的都丢到了桌角堆起来。魏婴自讨了个没趣，就停下了。散学后，魏婴飞也似的收好书包和江城走了，蓝湛仍在原位清书包。蓝湛视线触及那一堆纸团，愣了愣，最后垂下眼帘，不动声色地将那些纸团全部展开铺平，叠得整整齐齐，然后夹进书页里，放进书包，装好。魏婴正对着蓝湛坐着，老师的办公桌很大，两个人对坐也绰绰有余。魏婴本就不是乖巧的人，抄了几个字便忍不住了，哭丧着脸道：蓝湛，我能不能少抄几遍？反正等下老头肯定也是让你检查。有道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魏婴各种瞎浪，终于被教导主任抓了当场。那教导主任素来是个严苛刻板的人，看魏婴这样不守规矩的学生不爽很久了，这次寻着了理由，便下狠手罚魏婴把校训抄10遍，而且由风纪委员亲自监督。风纪委员就是蓝湛。蓝湛停笔，抬眼冷淡看他一眼，道：不行。然后声音一顿，似乎是在忍受着什么，冷冷道：魏婴，你能不能坐好？